你快醒醒啊！王爷，老四和老六都死了，咱们为什么不在京师多待几日啊？爱妃莫怕，此番圣上命锦衣卫、东厂和六扇门联合护送，料想不会有什么意外。见过魏国公，我是来调查惠王爷被杀一事，尸体在何处？案发现场蹊跷，大人请看。乱臣贼子，竟敢如此对我皇室血脉！刘知府，下官在。速速将王爷一家尸身收敛。是，快放下来，快！蜀王、济南王，这回是惠王爷。来人，在。传宗人府令，800里加急，即刻命鬼眼神捕吕长之速来此地调查皇族命案。是。国公爷，王爷殒命，干系重大，这鬼眼神捕究竟是何任务？你可知道姚广孝吗？啊，协助成祖爷靖难的黑衣宰相，谁人不知啊？不错，那你可知姚广孝有5大弟子，他们各修成一脉奇术，分别为眼、耳、鼻、手、足。鬼眼吕长之便是眼脉的子代传人。请鬼眼前辈运功逼散酒气，我要开始了。你们那点东西，我不开鬼眼，用醉也足矣。请。你师父自从断指归去后，可曾跟你说过，我和他的恩怨从何而来？南疆3宣6卫，
何县我大明南疆风水舆图，你师傅竟然被外族蛊惑，对这般重器下手。若非我好友归墟道上求情，怎么可能区区断指就了结此事？第二个！我是小女子，不懂家国大事，只知道师傅在外面被人欺负了。鬼眼前辈，还有一颗骰子。不找了，这次算咱们平局。你看，没本事吧？没这本事，你看。只有输赢，没有平局。既然这样，是姑娘你自己拿出来，还是我帮你取出来呢？哎呦，藏到胸前了！我输了，别拦我！姑娘，赌约是我输了挖眼，没有说你输了如何呀？那你要如何？这样吧，你欠我一次，我有事儿呢，自然会找你，你不得推脱。先生，请示800里下棋。老吕，见过魏国公，不必拘礼，可有何发现？惠王一家据是被人放血流干而死。这个仵作都验出来了，全部被割腕。不，那只是掩护，是死后割上去的。真正的伤口，其实是他们整个身体。这是奇门针法的聚血针，我无法从惠王一家的尸身上凝出一滴残血，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？惠王一家是被高人震断了浑身经脉，硬生生地将血液从身体表层逼出来，就连骨髓都不存在了。但只有王妃和郡王都只是被普通割脉放血而死，由此可见，对方针对的是皇室血脉。那接下来该当如何？如此繁复的杀人取血，颇有邪教血祭的行事风格。但凡血祭，尸体附近必然有疑鬼存留。我要去事发现场看一眼。好，我陪你去。不，这是聚血针的施针法门，你速速前往蜀王和济南郡王处，同样以此法检验。我要先确认，这3个案子是不是同一伙人所为。跟国公爷说一声，
说我去找龟须道长了。龟须道长，吕长之特来拜访。果然有毒。狗贼，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！三龙出水，万里行总镖头方清华，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爹，我爹一定会查清你的身份，为我和我师父报仇。龟须道长是你师父？不错，我就是龟须道长的俗家弟子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方少兰。我乃龟须道长好友，吕长之。刚到此地就见到道长遗体，你若拿不出证据，我如何信你？你就是鬼眼神捕吕长之？你师父跟你提过我？师父跟我说过，鬼眼有三：入微眼，100米之内可看清飞蝇；须臾眼，一眼万年。在须臾眼眼中，所有人的动作都会慢上数倍。至于影离眼，师父说他也不知，从未见鬼眼施展过。不错，能知道这些事情，看来你的确是龟须弟子。师父，师父！师父，穷尽山海，少兰一定找到杀您的仇人，替您报仇。别动！怎么了？邓兔子，无礼！方姑娘，误会，我只是好奇你耳后的图案，所以才……今奉皇命，查探皇族干尸案，打扰蜀王安息，只为稽查真凶，以告慰蜀王在天之灵，还望勿怪。开棺。吕前辈，请用茶。前辈不敢当，你喊我一声吕大哥就行。吕大哥，13年前，有贼人将我掳走，幸得师父出手将我救下。你耳后的图案，这图案出自南疆，是一门邪教的祭祀图腾演化而来的图案。邪教？教名为萨库拉，翻译成汉话就是长生，所以又名长生教。这长生教惯用人殉血祭，在南疆。血祭？原本我以为我也是血祭的对象，可是我师父早在15年前
就联合了江湖上一大批武林高手，剿灭了长生教。按道理来说，不会有余孽存在。若真如你所说，那长生教不仅存在余孽，而且此教本身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。为何？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。吕大哥，我能否请求你，让我协助你调查皇族血案一事？这样，也许能为我师父被杀害找到一丝线索。好。徐大人，徐大人，老太医，有何发现？公爷所言不差，说王爷生前是被人活活震碎了浑身经脉，逼出血液，骨髓也消亡殆尽了。来人，在，速速连夜将此地结果连同济南的结果一并发给吕长之。是。吕大哥，你起来了。这套剑法凶狠惨厉，杀性极强，和你的心境不合，多练恐怕伤身。吕大哥说的不错，不过，当初师父传授我这套剑法，本就是为了替我保命。方姑娘不介意的话，我帮你看看。嗯。凝神，静心。心脉郁结，像是外力造成的。没错，是当初那帮掳走我的贼人做的。师父当初传授我这套剑法，本就是想借着凶狠戾气，冲破心脉阻碍。归虚道长的应对不无道理，只是戾气冲的不止心脉，其他经脉也受到了冲击。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。无妨，生死有命，我尽人事罢了。也并非毫无办法。在你练剑之时，只要有人可以随时封住你的其他经脉，让戾气直走心脉，事后再辅以药浴，或许可以消解后患。我师父也是这么说的，只不过这套剑法施展起来太过凶残，我驾驭不住分寸。那为我封脉之人，不仅要躲避我的进攻，还要随时关注我的内力游走。这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啊？方姑娘，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在下愿意勉力一试。驾！吕大哥，小心了！是我疏忽了，你浑身穴道都被封住了一次，你先回屋静坐，运行内功，我马上去配药。来。
方姑娘，吕大哥，你恢复了吗？嗯。那我再帮你探探心脉吧。吕大哥，往后你就叫我少兰吧，不用叫方姑娘那般生分。这……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可就要叫你吕前辈了。好，我答应你便是。那你叫一遍试试，我听听。你……少兰。嗯。吕先生，吕先生，这是公爷让我带给您的，给您。吕大哥，少兰，你来看，这是蜀王府的现场图。蜀王府上下383口，全部丧命。若非尸臭味惊动了官府，怕是没人敢上门查探。不过诡异的是，4个身有皇族血脉的贵胄尸体，是藏匿在蜀王府地下银库之中。而济南郡王一家的尸体，都是被人用鱼叉钉死在河底。济南王应该是鱼叉松动，才导致他的尸体飘到了岸边。惠王一家，则是被吊死在树林之内。对，金、水、木，金生水，水生木。难道对方是用五行的顺序来杀人？不大对。按照我师父的说法，他们供奉的邪神与我中土完全迥异。金木水火土，五行相生相克，是我中原地道法门，不大会被纳入邪教的仪轨之中。这些又如何解释呢？或许是巧合吧。吕神不在吗？宪尊大人来了。宪尊？宪尊大人，本官唐突，打扰吕神部了。只是方才县中收到国公爷的飞鸽传书，这才赶了过来。怎么了，吕大哥？火灾！木生火！吕大哥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去吴王府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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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！吕大哥，这里好像已无人居住。嗯，咱们今晚就在此地休息吧，明天继续赶路。好。虽然已经荒废，但还可以挡风遮雨。少兰，今晚你就在此将就一晚。吕大哥，
你要去哪儿啊？此地群山连绵，恐怕有绿林扎寨，我在外面看着。把他们杀光！少兰，怎么了，吕大哥？有人过来，我们先躲一躲。冲我们来的吗？江湖事讲不清，我们留在这里，难保会被当成后援。罗有坤，你中了我的毒先生，看你还能撑到什么时候！那个叫罗有坤的声音，我依稀记得，之前在道观里，他曾经和师父发生过争执。你在这等我。好大的胆！我五毒教办事，无关人等，速速离开！此人与我有些关联，不如阁下到此为止，可好？找死！杀！饶命！解药呢？给你。给他服下。滚！走！多谢大侠救命之恩。在下丐帮8代长老罗有坤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少兰，下来吧。罗长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是你？你是归虚道长的弟子？正是。你们是归虚道长派来的吗？难道说我们帮主有消息了？罗长老，我师父已经作画了。什么？罗长老，你先稳定伤势，咱们稍后再聊。吕大哥，酒。你带了酒啊？2个水壶，一只装水，一只装酒，是我师父埋在道观底下的老酒。昨晚我挖了出来。那我可要好好尝尝。好酒。二位大侠，罗长老有请。此番多谢2位搭救，不知2位大侠有何事要询问呢？罗长老，据少兰所言，
不久之前，你曾与归墟道长有过争执，不知是否方便告知争执的内容？唉，说起来，我与归墟道长争执之事，与昨日我等被五毒教袭击也有关联。是他们杀了我师父？非也，他们也没那本事。源头要从我丐帮涂山谷涂帮主和五毒教教主风笑笑说起。多年前，毒后风笑笑来拜访帮主，随后两人一起离开，结果这一去不回。我等找上五毒教，他们说是帮主主动上门带走了风笑笑，双方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。那这和我师父有什么关系？归墟道长，你是他的弟子，你可知道他出家前是谁？我师父自幼被道门收养，自然一直都是道士。不，15年前，归墟道长可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烂柯奇仙李归墟。那又如何？或许是我师父不愿意招惹仇人，才隐姓埋名的。帮主之所以肯与风笑笑一同离开，是因为风笑笑带来了李归墟的书信和信物。李归墟一直下落不明，直到近日才得到消息，原来他早已入了道门，成了归墟道长。我上门正是询问他帮主的生死下落，他却一味推搪。臣徐鹏举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国公还记得朕的叔父端亲王吗？这个，臣自然记得。13年前，端亲王聚众造反，伏波将军华清芳带兵镇压。端亲王兵败后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子女妻妾，于阵前自刎。爱卿，看看这个吧。这是当年华将军平定端亲王后的审讯奏折。你继续往下看。端王与人密谋，言谈中多提到萨库拉一词，经末将查证，萨库拉为南疆语，意为长生。陛下，这是宫中的太监查阅皇族宗亲文档意外发现的，与吕长之送上的奏折相呼应。你把这份奏折交给吕长之，或许对案子有用。臣遵旨。端王叔当年造反一事，至今仍是一团疑云。先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。臣明白。少兰，接下来我直接去杭州府查，然后去吴王府。你是否要与我同行？听完罗长老的话，我发现我根本不了解我师父。他在杭州有一处别院，我想去看看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分开行动。你若是要寻我，可来杭州万里行镖局分号，他们自有寻我的办法。好，暂且别过，晚些再聚。这样，保重。吕兄，里面已经烧成了废墟，除了将遗体移出收敛外，此地现场我等未改变一丝一毫。多谢。长之，应离眼修成，可与天地日月感应，照见过去的痕迹。但修炼此术，你需闭眼3年，寻找天地日月中最契合的脉脉，能做到吗？父亲放心，儿子能做到。
进的？我找吕长之。我就是吕长之，找我何事啊？吕神母，求求你救救我家小姐！你家小姐是？我家小姐是万里行镖局邵总镖头方少兰。小姐带着我去归墟道长的别院查看，没想到那儿有人。小姐想查清楚对方的来路，和对方交上了手，对方打了小姐一掌，小姐她就成这个样子了。按这个方子去抓药，准备药运。好。怎么样？吕大哥，我现在是不是很丑啊？少兰，我暂时压制住了你体内的伤势，但是时间不会很久。你认真听我说，你心脉本就脆弱，眼下已经被对方破了，若是血液倒流，大罗金仙也难救。现在只有一个方法，疏导血液，才有不到30%的把握救你。辛苦了，吕大哥。但我有一件事情需要告诉你，我无法用内力查探血液流向，只能凭借鬼眼观察，所以你身上不能着丝半缕。若你不信我，可指一名你信任的丫鬟在一旁。吕大哥，你放手去做吧。我信你。小二，再来点酒。哎，来了。谁让你进来的？阁下是哪一路人？还请报上名号。昨夜，归墟别院。在下4人是细雨楼的人，还请阁下给个面子。你们打伤了我的朋友，一人吃我一掌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这么说，就是不给面子了。我说了，一人一掌。破了我朋友的心脉，我破了你们的丹田。若是细雨楼楼千仞要寻麻烦，让他去京师找鬼眼便是。你，吕大哥，你先说吧。少兰，我可能要先行离开杭州。我在想，
你留下来养伤。不行，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的吗？吕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。吕大哥，可是也好，人在我身边，我也可以时刻照看你。那咱们说说案子。事情有点复杂了。我查探过吴王府，纵火人以一男一女为主，那女子不知底细。不过那男子使用的是屠龙手。屠龙手，我以前听我爹说过，屠龙手是紫壁狂生的绝学。可是紫壁狂生已经在50多年前就死了。他有一个养子，在紫壁狂生死后，为了避免仇家追杀，出家做了头陀，江湖人称乱头陀。乱头陀，所以在归墟别院，那帮细雨楼的人也在找乱头陀。传闻多年前紫壁狂生死后，他的仇家围杀乱头陀，乱头陀下落不明。那他们怎么会去归墟别院寻找呢？不知道，我也从未在师父身边见过类似的人。哎，你还记得丐帮罗长老的话吧？当然记得。帮主之所以肯与风笑笑离开，是因为风笑笑带来了李归墟的书信和信物，李归墟一直下落不明。先是吴王府中显露身手又不知所踪的乱头陀，然后是你师父归墟道长，也就是烂柯奇仙李归墟，还有在罗长老口中与归墟道长同时离去又消失的丐帮帮主涂山谷，和五毒教教主风笑笑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不对，还有一个在细雨楼高价购买乱头陀消息的人，或许也和这4人有关联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细雨楼。不，细雨楼诡异莫测，暂时很难从他们口中问出这个人。其余4人以归墟道长为合，中间又夹杂着皇族血案和长生教。我想把这几个人和归墟道长的关系弄清楚，也许整个事件的迷雾可以拨开一些。我们应该从何下手呢？或许可以找到他。乱头陀有一至交好友，是散金客钱不来。钱不来是五湖剑派的弟子，或许他知道乱头陀的下落。不行，钱不来触犯门规，被关在湖宫监狱，任何人不得探视，这是我剑派门规。我所问之事，关乎皇族安危，还望聂掌门通融一二。不行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见一面怎么了？你可以派人盯着呀。说的好像五湖剑派的规矩很厉害似的。再厉害，能有国法厉害啊？放肆！我听闻五湖剑派有一门规矩，叫做挑剑。不错，我五湖剑派有一门剑阵，若是有人可以从剑阵中破阵而出，我五湖剑派可以答应对方一个力所能及的要求，但剑阵之中生死不论。少兰，往后站。鬼眼一脉吕长之挑剑。吕少侠，
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第一剑，太湖剑，出！第二剑，巢湖剑，出！聂掌门，一起来吧！哼，狂妄！洞庭、洪泽、鄱阳，摆阵！吕少侠，你赢了。五湖剑阵果然名不虚传。若是聂掌门带着传功长老一起上阵，只怕我非死即伤。你是想见钱不来是吧？我这就派人开启剑狱，你去吧。多谢。二位，钱师兄就在里面，你们自己进去吧。请。有劳。你们是谁啊？我没在剑派里见过你们，难道是新收的弟子？在下鬼眼一脉吕长之，到此来问阁下一个问题。不是我剑派弟子，姓聂的王八蛋，可不通人情。没错，为了见你，吕大哥挑了五湖剑阵，花了这么大代价，估计这个问题很难答。答不答，得看我心情。乱头陀在哪儿？你找他干嘛呀？有一个案子，他是关键。那他会死吗？罪无可恕。哦，那我不知道他的下落。那你问那么多干嘛？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他，他说准备去做一件大事。什么事？他没告诉我，不过我知道有个人和他同去。谁？八臂飞鹰，铁雄飞。又白跑了一趟。那倒不尽然。吕大哥，你是发现了什么吗？罗长老说，屠帮主是和风笑笑、归墟道长一同去做一件事，而乱头陀和铁雄飞也是去做一件事。这难道只是巧合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若是他们5个人去做同一件事，剿灭长生教。如今其他人都下落不明，唯有八臂飞鹰铁雄飞尚在。那接下来你要直接去找铁雄飞吗？对。如今金、木、水、火都有了，还差一个土。我们要赶在对方杀人之前找到真相。吕山伯，太好了，找到你了。王捕头，找吕某何事啊？这是京城800里加急送来的，我正准备送到五湖剑派去呢，没想到在这里就遇上了。有劳。告辞。
吕大哥，怎么了？圣上怀疑端亲王案可能和长生教有关。端亲王的事情稍后再说，我们先去一趟飞鹰庄。吕大哥，有件事情我忘了说。什么事？我家父来信，要与我在杭州会面，与我有要事商量。也好，飞鹰庄事毕，我再来寻你。自从少爷半个月前死了，王管家就劝了他几句，就被发卖出去了。我现在想想都胆寒。对呀，多吓人呢！你来了。你知道我要来？我在细雨楼挂了乱头陀的单子，你能查到乱头陀，就能查到我。虽然过程有些出入，但结果一样。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10招之内打败我，我知无不言。你不是铁雄飞，你到底是谁？阁下，好功夫啊！这样也算是通过了我家老爷的考验了。阁下看清了，这是我家老爷得自南疆的一门秘术。铁府前院管事王三米，见过大侠。王三米，你就是之前被铁雄飞发卖出去的王管家。哼，做戏给别人看而已。铁雄飞在哪儿？阁下，请随我来。少侠，请见。少侠，请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老爷说能看懂，就是他要找的人；不能看懂，那就让这秘密永远埋藏下去。那现在铁雄飞到底在哪儿？老爷出门前将我易容成他的样子，他告诉我，若是半个月内他没有回来，就去细雨楼重金挂上乱头陀的单子，到时候会有人出现的。谢了。国公爷，吕先生回来了。哦，在哪儿啊？就在你给他准备的府邸里。好，我去见他。快去备马。公爷，吕先生说要见他，先尽快调集惠王、蜀王、吴王、端王、济南王的所有卷宗，包括他们上奏的奏折。哦，还有诸王封地官员上奏，关于诸王的奏折和锦衣卫的探报一起送过来。等等，你确定他还要了端王的？对，没错，5个王爷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等等，备马，我要进宫。是。我看到你的留言，找我何事？
17年前，南疆有一邪教叫长生教，可能是被中原人士剿灭。我想知道那次行动的内情。长生教，萨库拉，你知道？南疆风水舆图上面有记载，长生教世代相传的古书经典《心书》，有着惑人心智和长生不老之能。不过17年前被少教主托云思齐盗走，不知所踪。17年前？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启程去南疆，只要有痕迹，我都会查出来告诉你。自己小心。老吕，皇上给我这些卷宗的时候，专门问了一句：“什么时候破案呢？”真相就在这些卷宗之中，看我什么时候能把它们找出来。老吕啊，兹事体大，找不到卷宗记载，我是不敢说出口的。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伏波将军，对，当年伏波将军平定端王之乱，这朝堂上怎么就没有他的消息了？伏波将军平乱之后挂印而走，只留下一份词表，先皇也并未追究。这里面也有一些传言。我听说过，端王之乱如同儿戏，完全不像皇室作风。端王沉迷于道学，一心求仙，当年储君之位都未参与，而请求就范，怎么会就突然要造反了呢？直到华将军平定叛乱，朝中很多人都不相信，他们更认为是先皇削藩的手段。谁都知道，华清坊辞官是为了避嫌，时至今日，早已不知道他的下落。这么说，华清坊是找不到了。怎么样，找到小姐没有？整个杭州城都翻遍了，就是没有小姐的踪迹啊！杭州城找不到，就苏州找。镖局所有分号都给我停下来，找我闺女重要啊！之前小姐在杭州和一个少侠走得挺近的。你说的那个少侠叫什么，知道吗？好像是吕长之。鬼眼神捕吕长之。怎么样，找到真相了吗？很快了，不过现在还需要确定一点。确定什么？需要我帮忙吗？希望不是真的，不过我还需要确认。吕长之，你小子给我出来！他谁呀？朋友。叔叔是过来人，规劝一句：年轻人，节制在色。总镖头误会了，他是无影手高徒，过来帮我忙来了。哈哈哈哈！不用解释，少年侠客，我理解。咱们男人自有男人的胸怀，我这个做爹的理解。少兰已双10年华，还是言归正传吧。方总镖头连夜来访，所谓何事？我还正准备明日启程去拜访您呢。哦，要是提亲的话，我同意了。陪嫁，好说。总镖头何出此言？行了，把少兰给我喊出来吧。今天我就应了这门亲事。
少兰失踪了。失踪了？不要装了，赶快把少兰喊出来吧。方总镖头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，还请你坦诚相告，这关系到少兰的生死。难道少兰出事了？你问吧。首先，我是该称呼你方总镖头，还是伏波将军、华将军？你怎么知道？13年前，端王造反，华清方领兵镇压。端王兵败自刎之后，华将军上书得了腿疾，申请还乡，但没有人想到，伏波将军华清方摇身一变，成为了天下第一镖局万里行的总镖头方清华。我说的对吗？哎呀，我就知道换名字要复杂点儿，整天倒个个，总会有聪明人看得出来的。哎，第二个问题，少兰是你亲生女儿吗？废话，她当然是。还是端王的女儿？方总镖头，这关乎到少兰的安危。哎，当年我初入行伍之时，端王对我有恩。后来得知端王造反，我抢先出兵镇压，就为了留端王一条生路。可是没想到，你没想到端王如此刚烈。少兰是端王最小的女儿，当时仅6个月，端王对她挥剑，被奶妈拼死护住。最后这个小郡主被我找了个借口收养入府。我担心她的身份暴露，才辞职告老还乡。果然。洛阳红，拿最大的看舆图来。洛阳红，我说的地方你标记下来。是。第一个，蜀王府，济南城以西20里，渡仙河。杭州吴王府，河间府以北60里。方总镖头，你走南闯北见闻多，可知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白虎山，群山峻岭，地势险恶。群山峻岭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少兰果然是土。你是说少兰是在这里吗？如果我没推断错的话，少兰就在这儿。这。长之，你以月为限，每3个月可施展1次引离眼，是鬼眼一脉最强的天才。不过切记，3月内不能连续施展，否则必遭反噬。爹，对不起了。
铁雄飞变成傀儡了吗？铁前辈稍后，我会找办法解除你们的傀儡邪术。毒吼风笑笑，前辈稍后。乱头陀，玩儿，你陪我玩儿。神感涂山谷，连你也没躲过邪术的控制吧？尽全力，只能压制一刻钟，以速其下凡。前辈稍后，我一定会找到解救的办法。快走！少兰，吕长之，好久不见呐！半个月前，我们才刚见过，是我亲手埋葬了你的尸体。归墟道长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没想到局居然被你破了。没办法，毕竟你不是烂柯奇仙。那你说我是谁呀？如果我没推断错的话，你就是长生教掌教之子，托云思齐。你还知道什么？长生教，南疆长生屋所立邪教，一共传承了15代。第15代掌教之子托云思齐，不忍邪教血迹，盗取长生教镇教宝书新书，逃往中原。我说的可对吗？你说的一点都不错，不过，那也正是我错误的开始。人心向善，你不忍长生一世的血迹，盗宝书而逃，是件善事。我来到中原，见到的第一个我入眼的高人，就是烂柯奇仙李归墟。我为他折服，我告诉他我的身份，甚至拿出新书给他参详，希望能找到挽救我教的方法。但是，我没想到，那李归墟竟然将我的秘密告诉他的主子。你们大明的端亲王，端亲王一心想求长生，便和李归墟密谋我长生教的传承。就是你爹，打着剿灭邪教的幌子，联合吴王、蜀王、惠王、济南王，派出中原江湖人士，将我长生教一举覆灭。等我赶回去的时候，长生教已经一片废墟。我恨道貌岸然的李归墟，我恨贪婪阴险的端亲王，我更恨中原那些自以为主持公道的江湖中人。我更恨我自己，怀着一颗善良之心的我自己。所以你就展开了报复？不错，我刻苦钻研新书，终于被我发现了新书的秘密。我偷袭李归墟，然后用新书里的秘术易容成他的样子。
我用新书的蛊虫秘术蛊惑端亲王，让他造反被杀，死后还背上乱臣贼子的罪名。后来，我引来了乱头陀、风笑笑和涂山谷，用新书秘术将他们变成我的傀儡。我再加害他们的好友，乱他们的传承，然后再将他们的心智恢复，让他们在痛苦中死去。你这是杀人诛心。不错，不过新书中秘书300，都是小道。我最大的发现是真正的长生之道。我父亲，还有之前的所有教主，都搞错了。用那些普通人的血，是完成不了长生一世的。只有用天地间最尊贵的血脉，才能被邪神认可。而这天下最珍贵的血，不正是他们大明皇室吗？那金木水火土，又是怎么回事？说到这个，我不得不羡慕你们中原的文化。道教的炼丹之术，却让我找到了长生大阵的改良方法。差不多了吧？不要！少来！最好别动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充血吗？你这一身功夫都是我教的。那你当初为何要救我？丫头，你当真是傻呀！那次掠夺是我一手安排的。我早就知道你是端王的血脉，从一开始我就把你当做炼丹的炉鼎。你练习的内功，还有我给你的丹药，都是为了让你成为更好的药炉罢了。我故意让你充血，就是为了让你体内的血液更顺畅一些，炼丹成功率也更高一点。还有1炷香时间，打发了你，正好开始炼丹。我的想法和你一样，要尽快结束这一切。影离眼并非是鬼眼的极致，姚广孝祖师说过，回溯时光只能称之为眼，只有脱离眼睛，才能做到真正的影离，又叫心眼。秘术反噬，于长之，看来你为了找到少兰，可是花了不少的代价。好，那今天我就成全你们，让你们做一对同命鸳鸯。少兰，再稍等我片刻，我们一起出去。开启了心眼又如何？死到临头还狂妄！今天你们都得给我死！我只是封
死了你全身的经脉。为什么不杀了我？赶紧交代解除傀儡邪术的方法。黄血流迹，我凡尘。烂柯一举谋长生。吕长之，这一局我输了，但你也未赢。吕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弟妹，好剑法。公爷今天怎么想起来来咱们这穷乡僻壤呢？皇上啊，下旨封赏了。老吕呢？我这就去叫他。不用喊，我来了。老吕啊，公爷呀，这皇上赏了我一个什么呀？封伯了，神眼伯。恭喜啊，伯爷！不就一个伯，还没你的爵位高。哎，吕大哥，公爷是世袭传国公，非开国是不会封的。是啊。你和他中间呢，还差了一个侯爷呢。哦，少兰，那你先帮我招待他一下，我还要给4位前辈运功驱邪呢。哎，那老吕，老吕。老吕啊，朝廷又出大案了。老吕，你只要把这个案子破了，我一定上书给你封侯，怎么样？神眼侯。没兴趣，